2008年，冥王星进入摩羯座，世界立即陷入了大的危机。Hello， 大家好，来了，诸位有礼，我是老飘。著名的占星书《了解占星术的力量》一书的作者，占星师 Wally Cross 最近在网络占星杂志上撰文，他凭借着35年的图表分析和预测经验，对2021年做了大范围的预测，并讲到2024年将会更为可怕。此言一出，震惊四座，就连咱们的狠哥 Deepak 都竖起了耳朵，仔细的听。此人厉害就厉害在他是专门研究美国的国运和美国总统的，像特朗普那就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一会儿咱们再细说他对特朗普有什么讲究。开篇之前做一个友情提示，咱们是神秘山泉的搬运工，大家应该理性对待一切的网络观点，不盲目相信，不否认未知。请大家找稳位置，系好安全带，起航。王里讲，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对世运占星术的简单而精确的分析。在我心目当中，美国它的走势不仅决定着自己的命运，而且一定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许多其他国家的福祉和发展。从近年的星象观察看，这里着重的关注的是冥王星和土星。在2021年，美国将经历冥王星重返原位，即摩羯座28度。这是在1776年宣布独立的时候，他的出生的位置是在第8宫，而在对面的水星是在第2宫。因此，在2024年将出现与1776年非常相似的事件和历史地位，而且会伴随着战争和混乱，以及对美利坚合众国的秩序和进步的愿望与前景的影响。这一点似乎有点绕口，但是大家还记得 Pam 和 Johnny 都曾经讲过，美国和冥王星及天王星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天王星和美国的建国同步，以及冥王星冥王腾挪、股市爆棚等等震撼的言论，其都有相通之处。我们继续看 Wally 的看法，他说冥王星进入第8宫位，第8宫位的力量将大大的增加，在这个宫位，死亡、债务和人们的财务都会参与并发挥作用，只有在完全破坏之后才能够再生，也就是我们所讲的不破不立。破坏需要什么？让我们看一下冥王星本身在世运占星术中的含义。冥王星会制造独裁统治，比如它会推动独裁领导者，在他的领导下的人们将毫无疑问地执行他的命令，如果不这样做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冥王星并不对普通百姓发言，因此上层权力的滥用将使人们感到困惑、恐惧，直至混乱和暴动。冥王星倾向于将一个团体分成2个敌对的派系，造成不守规矩的行为和很多的反对派，混乱不堪，直到彻底的崩溃才有进步。以惊人的速度累积的债务正在破坏美国的货币，并最终将破坏其价值。这表明该国的货币将遭受严重的破坏，一旦销毁完成就可以更换。为了确保生存，必须取代贪婪和自私的行为才能够有所发展。冥王星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是通过它所经历的星座和宫位来体现的。咱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他继续讲到，从90年代末到2000年，冥王星占领了射手座，它创造了狂热的旅行者，文化的融合增加了，外国人的观念开始消散。随着一切变得更容易到达，政治家称赞其为新世界的新秩序。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小，但是执行力在当时也变得苍白无力。
有时候人们对占星学不认同，认为天体就是天体，影响人类那都是瞎扯。英语有一句顺口溜叫做 You never know。 确实，人们对宇宙知太少了。就说这个小小的冥王星只有月球体积的1/3，但是却有5颗小卫星围绕着它，而地球是它的24倍，却只有一个月亮。大家不觉得这个很幽深吗？有人马上开始甩鼻涕嗤之以鼻，说这就是巧合。我再说一遍，这个世界没有巧合。想一想，你和你女朋友吵架，哪一次是巧合？你又问那不是巧合是什么？我们有时间单开一局细讲。咱们频道讲过很多的宇宙的知识和未解之谜，包括柯伊伯带、地球大脑等等，我们就是想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世界。好的，回到我们 Wally 的这个话题，他继续讲到，俗话说最明智的做法是以史为鉴，会更加的清楚。于是他引用了几个历史的大事件来澄清他的分析观点。2001年9月，大家知道在纽约曼哈顿发生的事儿，当时就是冥王星和火星共同在第7宫而引起的业力反应。火星负责爆炸和攻击，而冥王星则是歼灭者，它将消灭已有的旧秩序，以推动新的方向。2008年，冥王星进入摩羯座，世界立即陷入了大的危机。摩羯座代表着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专业、银行和大公司，以及地位和野心，这些都会发生巨大的转变。这是无政府状态、革命和普通百姓暴乱的时期，最终混乱中将出现社会、宗教、政治和人类司法制度的新的原则。到2024年，冥王星将再一次进入水瓶座，水瓶座需要人们不同的态度和理解。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它在水瓶座的强大的放射，我们应该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这是他讲的。那么他继续说，2008年的金钱和房地产的大崩盘，星历表揭示了土星与天王星相乘一线。在世运占星术中，土星总是被理解为或者解释为破坏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的经济生活，这是这个趋势的开始，最终将在2024年左右达到顶峰，使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金融体系崩溃。 Oh my god， 嗷嗷狠。回顾新冠并从中汲取教训，已被证明世界是朝着另一个方向的转变，正在转变。2024年将是像2020年一样的令人难忘的一年，充满了艰辛，甚至更加可怕。现在是土星的过境时期，目前在第8宫与美国本命的冥王星合相。在世界图表中，它同时与冥王星合相，通过消除正常的法律秩序、进步和生活方式，它将加速当前正在进行的瓦解。通过占领第8宫，土星扮演着死亡代言者，并且为即将到来的转变方向而让开道路。美国还有另一个由海王星行于火星90度所带来的深层问题，这个将解释当前很难区分真假的情况，表明这是由阴云密布的思想所创造的。但是这个将在另一时间进一步讨论。然后他转入了看川普的生肖图表，以及世界的生肖图表和国家的生肖图表，似乎在做一种暗示，暗示川普即为冥王星指定的触发雪崩的人。通过对川普的个人图表和国家图表进行联系，进行分析。1946年6月14日出生在月食当中的川普，他是这样解释的：这个图表表明，川普出生于月食23，与他出生的太阳22相反，都是术语，不做进一步的解释。个人图表和国家图表是西洋占星师常用的分析工具。那么我们看一下他的结论：通过将川普的出生图表与美国的出生图表
进行比较。他指出，这里表明总统任命应该是一位与美国及冥王星和火星有密切联系的人，并且同时有土星控制的，而且呢反对冥王星。这不仅会影响美国，还会影响川普的个人帝国。瓦里的分析似乎是将川普和冥王星相联系，仍然认为近些年川普是影响美国国运深远的人，也就是说，川普的运势和国家的运势仍然相连。如果是相辅相成，则国强；如果是相悖，则国乱。从上面的论述当中也可以看到，似乎也解释了为什么川普的败选和拜登的当选。而将来还会继续分析和分享老拜的情况以及贺锦丽的波澜前途，我们期待。川普近期的讲话也暗含了一些态度，引起网民们的热议。看一下网络的视频。 Who knows? I may even decide to beat them for a third time. 他说，他有可能再次于2024年竞选总统，号称第3次击倒对手。显然，他仍然坚持认为自己这一次仍然是赢家。难道这个暗示2024年仍然参选和 Wally 的2024波澜起伏对应上了吗？通过土星和冥王星的运行分析，Wally 得出了现实的状态是：人们渴望战争，在国外引起动荡，并涉足外交事务。外国的混乱和麻烦是因为人们强烈的希望采取行动，意志力通过不断的推进，逼迫人的行为与其他国家进行不懈和积极的参与来表达。当事情进展不快时，愤怒、沮丧、欺凌和自大的方式困扰着人们，而会导致未考虑结果的分歧和草率行为。胁迫作为一种手段被用来不惜一切代价的取得胜利，制造了导致疏远的敌意。不明智的友谊和交往会带来某种回旋镖效应。他表明，美国图表的含义与美国总统联系在一起，两者目前都处于完全的负面，因此他们逃避了现实的策划和不相信自己行动的结果。最后他讲，不可否认，旧的生命形式已经结束，冥王星代表着死亡，业力已经开始在土星的推动下取得控制。众所周知，生活已朝着另一个方向急剧的转变，不管喜欢与否，适应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他再次强调，显然国家的走向和总统息息相关。以上的这些当然是 Wally 的个人以占星师的角度看世界，个人也感觉非常的难以翻译。老飘用了2天才翻译成文案，但是非常的特别，而且耐人寻味。喜欢听寓言和未解之谜的朋友们，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获得信息。阳气出惊蛰，韶光大地周，桃花开蜀锦，应老化春秋。这几句小诗正是描述的是当下惊蛰时节，造化弄人，节气感人，祝愿平安。感谢收看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 Peace and Joy。